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敢相信吗？在重庆的深山里，有一片土地，地上竟然凭空在冒火，这不是特效，不是摆拍，是真实的几十年不灭的火。石头缝里窜出火苗，田埂边上燃着火焰，下雨都浇不熄。你要是不信，拿瓶水泼上去，灭了，等几分钟，它自己又着了。当地村民早就见怪不怪了，有人在火边搭了灶，烧水、炖肉、煮鸡蛋，有人把红薯扔在石头旁边，烤熟了就当午饭。外人看了害怕，他们笑着说：怕啥子，烧了几十年了。这火从哪来的呢？有人说是地下的天然气自己跑出来了，有人说是几十年前勘探队钻井留下的，还有人说这火就是一个老汉抽烟时随手点着的，没想到一点着就再也没灭过。在重庆这一带，其实不止一个村子有这样的地火，长寿有，涪陵有，合川也有，有的烧了10几年，有的烧了60多年。当地人管这些地方叫地火村。今天我们就走进重庆的深山，去看看这些从地底冒出来的几十年不灭的火。从重庆主城出发，一路向东，车子开过长江，开过一座又一座隧道，两边的山越来越高，路越来越窄。2个多小时后，到了涪陵礁石镇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页岩气田所在地，路边能看到页岩气勘探区的指示牌，但地火村不在大路上，车得停在村口，沿着小路往里走，两边是比人还高的玉米地，脚下是碎石路。你还没看见火，就能先闻到一股淡淡的天然气味，空气也开始变热。明明是深山里头，周围绿树成荫，但温度明显不对劲。继续往前走，转过一个弯，你就能看到火了。田埂边上，石头缝里，火焰凭空燃烧，没有柴，没有炭，就那么从地底下窜出来。走近点，热浪就扑面而来。站在旁边不到1分钟，脸就发烫。这就是地火村，当地人叫它木尔湾，也有人叫悦来村，名字不同，但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，一个石头缝里着火的山村。第一眼看过去，你会先愣一下，不是因为火多大，而是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太奇怪了。这不是什么火山口，不是油田燃烧塔，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田埂边山坡角，石头是普通的青灰色石灰岩，周围长着杂草，远处是玉米地。但就在这些石头的裂缝里，火焰在燃烧，有的火苗只有打火机那么大，悠悠地晃着，有的窜起半米高，呼呼作响，隔着2-3米就能感觉到热气烫脸。你蹲下来仔细看，没有任何燃料，没有柴，没有炭，底下就是泥土和碎石，火焰凭空从地缝里钻出来，像大地在呼吸。更让人想不通的是，这火不是今天烧明天灭，它已经在这儿烧了10几年了。当地人说的更简单，刮风下雨都没熄过。有人当场做了个实验，拿1瓶水浇上去，火灭了，白烟冒起来，滋滋作响。围观的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过了不到1分钟，火苗又自己窜出来了。地底下的气还在往外冒，遇到旁边没浇透的余烬，又重新点燃了。不光地上有火，水里也有。河边的浅滩上，水面咕嘟咕嘟冒着气泡，拿打火机凑过去，轰的一声，水面上着火了。水火不相容，在这里成了笑话。但最吓人的不是火本身，而是石头会爆。当地一位村民说，石头炸开的时候，碎石能崩出去老远，像丢了颗炸弹。烧了10几年的石头，内部早就被高温烤酥了，气体在缝隙里越积越多，当压力到了临界点，轰的一声就会突然爆开。所以当地人都知道一个规矩，离火远一点，别凑太近，因为你不知道哪块石头下一秒就会炸。地火最集中的地方在木尔湾村民杨国良家的房子后面。杨国良71岁，他家的地火是2012年左右烧起来的。那几年附近有钻井队在勘探页岩气，钻完走了之后，杨国良发现后山的石头缝里开始往外冒气，带着一股天然气的味道。他后来对来参观的游客说，可能是烟头丢过去，轰的一下，火就着了。从那以后，这团火再没灭过，到今天整整14年，刮风下雨，冬天夏天，白天黑夜，它一直都在烧。杨国良家的地火是这一带最大的，火苗从石缝里窜出，高的能窜半米多，石头被烧得黢黑，表层已经开始剥落，那是10几年高温炙烤的结果。他自家盖的一栋3层小楼，平时就一个人住，他把后院围了一圈铁栏杆，又搭了个铁皮棚子，怕引起火灾。有人来参观，他收5块钱卫生费，游客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上百人，少的时候也能有几个。有人问他，这火会不会灭？他说不会，地下的气用不完。但杨国良也不是一开始就不怕这火的，最早发现屋里也在冒气的时候，他吓得不轻，插线板的孔都在往外冒气，点一下就能着，根本不敢试。
晚上睡觉要把窗户全部打开，怕气体聚集在屋里，半夜炸。后来他找了中石化的领导，又找了政府，让人把屋里的气给接出去了。现在家里用的是正经的天然气管道，不是地底下直接冒上来的。杨国良靠这火吃上了饭，每天来人，每天收钱，每天指路，火成了他的生意。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往山里走，还有一户人家，火就烧在他家门口，烧了13年，却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从杨国良家出来，往山里走，路边有一栋老房子，黄泥墙、青瓦顶，门口堆着柴火。一个奶奶坐在门槛上，怀里抱着纸菊猫。奶奶80岁了，孩子们都在外面打工，儿媳妇各有各的家，平时就她一个人住，陪她的就这2只猫，一只橘猫，一只黑猫。他常常给他们抓蚂蚱，但他们很挑食，必须把头按晕，弄熟了才肯吃。火就在他家旁边，石头缝里窜着的火苗烧了13年，但烧了这么多年，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。他说最大的变化就是路修好了，来看火的人多了，来的人多了，就有人收停车费，1辆车10块钱。不过他自己也会用这火，冬天来这儿烤火，炖猪蹄、炖排骨都拿到这里来炖，烤红薯也在这儿烤，火烧得旺，做饭快。但人要盯着，因为火太大了容易糊。他不怎么跟游客说话，有人来他就坐在门槛上看着，有人拍他，他也不躲，拍猫他也不懒。80岁，一个人2只猫，一团烧了13年没灭的火。有人问他怕不怕，他说怕啥子，烧了10几年了。实际上在涪陵这一带，地火并不只在木尔湾才有。2006年的正月初3，在南坨镇石佛村的河边，一个叫杨林的男孩和3个小伙伴在沙滩上玩，他们用竹棍往沙子里戳了个小孔，正准备点燃手里的炮仗，只听扑哧一声，一股黄色火苗从小孔里窜了出来，越烧越旺。几个孩子吓了一跳，杨林赶紧跑回家告诉了大人。第二天，村民杨军一家直接端着锅就来了，在沙滩上烫起了火锅。这处地火后来烧了很多年，人在沙滩上随便戳个洞，火就能点着。河面上也会冒火，溪流的底部咕嘟咕嘟冒着气泡，把打火机凑过去，水面上就直接窜起火苗。当地镇政府的人说那是页岩气。涪陵页岩气田是中国最大的，这种浅层气体渗出现象在当地不算稀奇。在长寿区东门村火烧得更久，7、8个凹坑，10来处火苗，大的能窜到半米多高。1958年，一支石油勘探队在这儿钻井，钻到一半发现天然气储量太少了，不值得开采，于是就把井填了回去。但填得不严实，气一直往外冒。后来不知是勘探队留下的火星，还是村民无意中点着的，火就这么烧起来了。一烧就是60多年，刮风下雨从来没灭过。有人拿水泼，灭了，过几分钟再看，又着了。东门村的村民也把这火当灶用，一位老大爷在火边守了10几年，锅里煮的是茶叶蛋，他从小就用这火烧水，烧了一辈子。有村民开玩笑说，就是因为这个火，害得他一辈子都没出过门。一位60多岁的阿姨说，我出生的时候这火就在烧。合川区白坪村也一样，2010年有人去拍，一位86岁的老婆婆正在火边打水，她说这火从她年轻时就有了。一位63岁的村民说，1958年这火就烧起来了，中间有人用土堵过，堵完附近的田里就开始冒泡泡，不是鬼怪作祟，是气体又找到了新的出口。从涪陵到长寿，从长寿到合川，地上烧着，水里也烧着，有的60多年，有的10几年。这火不要柴，不要炭，凭空就着，浇都浇不灭。在重庆这样的地方不止这3处。奉节县汾河镇2024年有村民发现地里冒气，能点燃。钱江、彭水也有类似报道，只是有的火大，有的火小，有的烧了几十年，有的刚烧了几年。重庆这一带的地下藏着中国最大的页岩气田，这些地火不过是这片土地漫长地质运动中的一次偶然。气体找到了裂缝，裂缝遇到了明火，这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人类第一次理解这团火是2010年的事，在此之前，长寿东门村的村民只知道一件事，这底下有火，烧了几十年，浇不灭。至于为什么，没人说得清。有人说是地下没再烧，有人说是菩萨点的长明灯。直到2010年，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的专家来了，他们蹲在火坑边，拿仪器测了半天，结论很简单，这不是什么神秘力量，就是天然气。地底下有气，顺着石头缝往外冒，被人点着了，就一直烧着。3个条件缺一不可：气源、通道、点火。其实地底下本来就有的，通道是勘探队留下的，点火是偶然，可能是个烟头。
可能是个火星。长寿的火是这样，涪陵的火也是这样。涪陵那一带是中国最大的页岩气田，地底下的页岩气比长寿多得多，但原理一样，气体从裂缝里钻出来，遇到明火着了。检测的数据也很明确，溢出的气体中 97% 是甲烷，就是家里燃气灶烧的那种东西。这就是全部的秘密，不复杂。长寿的火烧了60多年，涪陵的火烧了10几年，合川的火也烧了60多年。地下的气什么时候断，火就什么时候灭。但涪陵页岩气田的储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，按现在的工业开采量够采100多年，地火那点渗漏量连零头都算不上。专家还有一句话没说，甲烷是强效温室气体，长期烧着比不烧更安全。不烧，气全散到空气里，烧了至少变成二氧化碳，危害小一些。这团火从60多年前烧到现在，不是什么奇观，就是人类自己留下的一个尾巴。地火改变了村民的生活，免费的热能随取随用。游客夜闻讯而来，有人在火边架起烧烤架，有人端过来煮火锅，有人带着孩子来烤玉米，有人在村里搭起手机架，对着火焰直播带货，一待就是1个月。但人来的多了，问题也跟着来了，垃圾遍地，村民不得不在火坑边立起告示，收几块钱的卫生费。安全隐患始终悬在头上，烧了10几年的石头内部温度极高，气体压力变化时突然爆裂。当地人都知道那些固定燃烧的点是安全的，但千万别自己拿棍子去戳新的出气口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炸的是石头还是你自己。有人因为受不了高温搬走了，火坑周围常年热浪滚滚，夏天更是炙烤难耐。留下的村民说习惯了，烧了这么多年，该炸的石头早炸完了。专家算过一笔账，与涪陵页岩气田每年84亿立方米的工业开采量相比，地火那点渗漏量微乎其微，不值得大动干戈去开发，但足够维持一种日常。谁来了，伸手就能点着火。但对于村民来说，这些远虑不如眼前的石灰来的实在。这团火已经烧了60多年，烧进了几代人的生活里。如果有一天这火突然灭了，这些地方的村民大概会觉得少了点什么，不是因为省不下煤气费，是每天早上提水壶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空了。实际上，重庆地火村这样的现象并非孤立，在世界各地还有更夸张、更壮观也更骇人的不灭之火。最著名的是土库曼斯坦的地狱之门。上世纪70年代，苏联地质勘探队在这里钻井寻找天然气，钻机下方的地面突然塌陷，形成了一个直径70多米、深30多米的巨大坑洞，坑里充满了天然气。勘探队担心有毒气体扩散，决定点火烧掉。他们以为烧几天就灭了，没想到这把火一烧就是半个多世纪，至今没熄。从远处看，荒漠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火坑，橙红色的火焰在夜里映红半边天，像地狱张开了一张嘴。土库曼斯坦政府估算过，这把火每天烧掉的天然气价值不菲，累计损失巨大，但没人敢去扑灭，因为坑内的温度超过了1000摄氏度，人根本靠近不了。如今地狱之门反而成了热门景点，游客专门跑去，就为了看一眼这片沙漠里永不熄灭的火。在意大利也有一处迷你的火山，在弗利省的雷多齐奥村附近，一个只有 1.2 米高的小石堆，顶上昼夜不停地喷着火。它叫布斯卡火山，但严格来说它不是火山，是地下天然气从石缝里冒出来，被点燃后就再没熄过，已经烧了近100年。当地人把它当成地标，游客路过会停下来烤手、拍张照，因为它不大，火焰也不高，冬天甚至有人带铁锅来，直接在火上煮东西。这些现象看上去都和重庆地火村类似，地下有气，裂隙为道，遇火点燃就一直烧下去。但还有一种地火完全不一样。在印度东北部的贾里亚，地下埋着巨大的煤矿，煤火在地下燃烧了1个多世纪。1916年，一座露天煤矿塌陷，引发了火灾，一直烧到今天，100多年来从未熄灭。这不是天然气燃烧，是煤炭在自燃。地表的裂隙向地下输送氧气，深层的煤炭被点燃后就再也灭不了。当地人管这片区域叫火焰之地。整个贾里亚的天空都是灰黄色的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，有毒气体常年笼罩，超过8万人确诊呼吸道和皮肤疾病。当你走在贾里亚，能看到地上的裂缝里窜出火苗，随手往地上一扔纸就会被点燃。孩子们在废墟里捡煤块，工人们带着湿毛巾捂住口鼻，继续在矿坑里挖煤。他们不是不怕死，是离开这里就活不下去。政府和专家预测，这片地火至少还能再烧3800年。2015年，印度政府宣布了一项搬迁计划，承诺将贾里亚居民迁往安全地带。
但10年过去了，承诺至今没有兑现，几十万人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毒气与烈火之上，地火烤着他们的房子，也烤着他们的肺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森特勒里亚镇也是同样的命运。1962年，地下煤层被点燃后，火一直烧到今天，地面开裂，有毒气体喷涌，镇上大部分人搬走了，从原来的上千人锐减到只剩不到10户居民，整个镇子从地图上被抹去，只有白烟从裂缝里源源不断冒出来。重庆东门村的老人说，我出生的时候，这火就在烧。贾里亚的矿工也可以说同样的话，他们的祖父、曾祖父也生在这团火上，死在这团火上。不同之处在于，重庆的地火是天然气渗漏，烧的是气，干净；贾里亚的地火是煤炭自燃，烧的是煤，有毒。一个给村民带来了便利和游客，一个带走了生命和未来。地质学家把煤层自燃叫做地火，中国古代文献《水经注》里就有记载。在中国，主要分布在新疆、内蒙古、甘肃、宁夏、陕西、山西等北方省份。全国已查明的煤田火区共56个，燃烧面积720平方公里。新疆尤其严重，20世纪80年代就有38处火区。四川蓬安县也有类似现象。2025年底，一块农田里突然冒出火苗，连烧10几天，下雨也不灭。经专家判定，是地下浅表天然气溢出自燃，气量太小，不具备收集价值，只能任它烧。同样是从地下冒火，不同的成因指向完全不同的命运。有的火成了景点，有的火成了灾难。有的火带给村民免费的热水和茶叶蛋，有的火带给孩子的是一辈子的哮喘和皮肤病。而重庆的地火村夹在这两种命运之间，它有奇观，有便利，也有隐患和未知。一团火烧了60多年，长寿的火烧着，涪陵的火烧着，合川的火也烧着，没人说得清它还能烧多久。地质专家的答案是，只要地下的气不断，它就不会灭。但气什么时候断呢？不知道。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这个问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团火在那儿，免费的热能随取随用，冬天烤火，夏天烧水，路过的人停下来歇歇脚，把手伸过去暖一暖。它不是什么地狱之门，不是什么科学奇迹，它就是大地深处一点没藏住的气，被人点着了，然后忘了灭。60多年就这么烧过来了。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火呢？新疆的煤田火区烧掉的煤炭每年超过1000万吨，相比之下，重庆这几处地火一天烧掉的气量折合下来不过几十块钱，布置的大动干戈去灭，也没人在乎它什么时候灭。它太小了，小到只够照亮一个村子，小到只够温暖几户人家，但它烧了60多年，雨浇不灭，风吹不息，这就够了。本期眼见中国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